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要进行的科目是这颗从桃园来的 W123的2301的4缸分摇盘的故障检测。这颗分摇盘编号是19084。我们来看看，经过35年以上的老车，它这个供油系统被我们的油箱污染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情形？OK， 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电源 ，OK， 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正常的出油量，如果以这颗W123的2301的4缸分摇盘，它的出油量应该在1分钟大概在160到170之间。经过30多年之后呢，它被油箱污染。引擎没有坏，分摇盘其实也没有故障。因为它不是磨损线，但是它就是被我们的油箱。就好像楼上的顶楼水塔，经过30多年之后，它会污染，造成我们的供油系统都堵塞的，有可能造成全面的堵塞，是大油道堵塞，就全面供油不足，小油道堵塞呢，就可能有1缸2缸供油比较少，或甚至不出油，就造成引擎就沙卡，怠速就会不稳定。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1缸100，第2缸100，第3缸105，第4缸100，跟厂方要求的160到170，这次的误差就差了60 ml，60 ml 左右。那剩下的应该我缺了40%，这个平均它出油还算是平均所以这部车子应该怠速还算稳定，但是车子没力，供油不足，引擎稀薄燃烧，可能引擎会高温。那等大哥整修过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它的测试结果。这颗编号19084的 W123 2301，从桃园来的银灰色的W123 的4缸分摇盘，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在我们整修之前，它的出油量大概都落在100 ml 左右，标准的出油量应该在160左右。我们来看看。我们来进行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OK， 大哥打开定时器，打开电源，好，开始。我们来看看，它在整修之前，它出油量大概平均都在100 ml 左右，就大油道堵塞，造成我们整个系统的供油4缸供油量都不足。很容易产生那个引擎高温引擎又没力经过30多年的使用，这个是必然现象W123应该有35岁以上了就好像油箱就好像楼上的水塔，把我们的供油系统都污染了。分摇盘没有坏，引擎也不会坏。至少跑50万公里分摇盘它不是活动件，它也不是消耗品，它只是堵塞经过我们整修之后呢，
它应该再用个30年应该不是问题。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一缸145，第二缸150，第三缸150，第四缸14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看下来，它的误差大概在3%以内，算成绩相当优秀。我们来看看这部车子它附过来的这个加热阀它这在大哥还没整修之前，大哥都还没有供电。那我们来看看它在整修之前它的压力状况照正常，它如果说是冷车，我们刚发动的时候，它的压力应该要在1.5到2公斤左右。那经过引擎一发动之后呢，这里就会供电。供电之后，大概2分钟到3分钟，它的压力就会上升到大概在4公斤左右。借由1.5到4公斤这边的压力差来产生冷车供油加浓，达到冷车帮助启动的功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大哥还没整修之前，它的这个压力状况。好，大哥打开电源，我们看到它压力已经大概在5.1公斤左右。大概在5.1公斤左右，那代表它这个分油盘，这个加热阀是故障的，也许是堵塞，它一开始就达到大概它的工作电压，我们来看看是5.06，5.06就是它的系统的压力，那它一开始就达到5.06，那就没有办法达到压力差的改变，产生冷车加冷的功能。等大哥整修好以后，我们再来看它的结果。这颗加热阀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我们来看看在还没有引擎还没有发动还没有供电之前，它的压力是多少？我们在未整修之前，我们看到它的压力大概都在5.1公斤左右就已经是它的系统压力。那我们现在看整修好之前应该在1.5公斤左右大哥，打开电源。我们看到它的压力大概在1.4左右这代表它在引擎刚发动的时候，它加热阀的压力应该是在1.5公斤左右。那目前我们在1.4代表它加热之后呢，它才有机会往上升，应该升到4公斤左右借由这个压力差来达到冷车供油加冷的过程等一下大哥把这个插头插上去，约莫差不多2分钟左右我们就会看到它压力就会慢慢的提升大概在4公斤左右。我们来看看这颗加热阀经过充分加热，也就是说引擎在运转的时候开始供电，经过充分加热之后，它的压力差它的压力是多少？大哥打开电源，我们现在看到的2点多公斤是它的承压，它整个系统的承压。这承压就跟2代1985年之后的 KJ 系统的承压是一样的。大哥打开电源，我们看到它的压力大概是将近快3公斤左右。这个是充分加热之后。那我们在还没有加热，引擎刚启动的时候，我们看到它的压力大概在1.5公斤。那借由1.5公斤上升到大概3公斤左右，它这个压力差达到冷车供油加浓帮助启动的功能。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编号
19084的桃园来的银灰色 W123的2301的4缸分油盘，完修后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是最重要的一个测试，因为它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它每一缸的出油量最好是平均而且稳定。这个阶段的测试，大哥希望是它的误差是越小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编号19084的 W123的2301，从桃园来的银灰色4缸分油盘的第2阶段，完修后的第2阶段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200，第一缸203，第2缸208，第3缸200，第4缸20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这次看下来，它的误差在3%以内，成绩算相当优秀的。那经过大哥整修过了的分油盘，它理论上如果油箱不污染的话，它应该至少再用个20年不是问题。老车我们不怕开，老车是放坏的因为老车大概都身体不健康所以说我们也不太敢开它出门。经过整修过之后，这部车的状况就非常良好至少不会让我们担心说够咯我们常常开这个车子是越开越健康的老车大哥建议汽油滤芯汽油泵旁边的汽油滤芯一定要跟机油滤芯要同时更换，因为我们这个是35年以上的老车不比5年10年的车油箱不会生锈。那多年的油箱里面的油泥铁锈胶质跟加油站的沙子把我们的公共系统污染了，所以汽油滤芯要跟机油滤芯一起更换。再来加95的汽油，因为老车难免都会有积碳的现象要维持半桶油避免我们生锈的油箱大概都在底部我们如果维持半桶油的话，至少生锈的地方能够阻绝空气避免它继续恶化再来就是常常跑一下高速公路把表面的积碳清除掉希望这部车子它能够再陪伴我们20年至少引擎50万公里以内不缺油不缺水是 OK 的加上分油盘也整修过了如果保持油箱的污染，1个礼拜一定要发动一次，绝对不要放太久，因为油路老油路一定会有油管，一定会有油泥产生所以说我们这个车子也要常常发动，常常跑，越跑越顺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喽。